如果你是2026年硅谷一家人形机器人公司的老板，现在有一个数字，我觉得你最好不要在董事会上念得太大声，因为那个场面大概会有一点难看。97%。2026年上半年，全世界大约出货19100台人形机器人，中国厂商一个人就拿走了97%以上。注意啊，这里不是57%，也不是60%几，然后大家还可以坐下来讨论一下，到底谁领先，谁追得比较快，是97%。换句话说，美国、日本、欧洲，再加上地球上其他所有国家的人形机器人厂商，全部加起来，只能去抢剩下不到3%的市场。然后更夸张的来了，杭州有一家公司叫宇树科技，2026年上半年大概出货5900台人形机器人。那整个非中国阵营加起来有多少？大约500多台。也就是说，宇树一家公司的出货量大概就是整个非中国阵营加起来的10倍。这个数字，如果你第一次看到，会觉得是不是哪里算错了？没有，至少按照目前这套统计口径就是这么夸张。所以今天如果你还在看哪一家机器人后空翻比较漂亮，哪一家机器人倒咖啡的时候手比较稳，然后拿这个来判断人形机器人产业到底谁领先，那你看的可能不是产业战争，你看的是科技圈综艺节目。真正的老板根本不太在意你的机器人跳舞有没有踩到拍子，他最后还是会打开一张很无聊的 Excel 表格，然后问几个非常没有浪漫感的问题：你一年可以造几台？一台多少钱？坏掉的概率是多少？能不能连续工作8小时？买回来之后，我到底几年可以回本？这个才是机器人产业真正要面对的绩效考核。而现在最尴尬的地方就在这里。过去10几年，全球科技产业其实有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剧本：美国负责发明未来，中国负责把未来做便宜。美国人负责画蓝图、做芯片、写软件，讲一个很性感的故事，然后中国工厂负责把成本砍下来，把产量拉上去，最后让全世界都买得到。但人形机器人这个副本玩到2026年，剧情好像开始有一点跑掉了。中国现在不是只想帮你代工，他自己也开始下场抢 BOSS。而就在这个时间点，中国机器人圈最有名的玩家之一宇树科技准备进入资本市场。截至2026年8月，宇树已经把科创板 IPO 推进到发行阶段，发行价大约是150.8元人民币，预计募集61亿元左右，对应估值大约610亿元人民币。散户认购甚至一度超过8000倍，8000倍到底是什么概念？这个已经不是大家觉得机器人产业前景不错而已，这个比较像赌场，门刚打开，外面一大群人已经开始互相推，然后说不好意思，借过一下，我也想进去抽一张 SSR。 可是宇树上市真正值得看的根本不是第一天股价到底涨多少，那个是赌场玩家在意的事情，真正值得看的是宇树背后代表的一个产业讯号。中国的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在从做一个很厉害的 demo 慢慢切换成我要把这个东西变成商品。这两件事情看起来很像，但实际上根本是两个游戏。做 demo 的时候，你需要几个很厉害的工程师，一间不错的实验室，一笔够烧几年的融资，然后找一个灯光漂亮一点的场地，让机器人完成一个以前没人做过的动作，拍下来，剪一个很帅的片，配一点史诗音乐，丢到 YouTube、X、LinkedIn， 流量爆掉，科技媒体转发，创始人接受访问，下一轮估值多20亿美元，任务完成。但是当你真的要一年做1万台机器人，事情马上就变得非常无聊。你开始要管马达良率、减速器寿命、关节温度、电池续航、螺丝规格、线束有没有磨损，供应商这个月为什么突然交不出货，还有机器人送到客户工厂之后，会不会连续工作3个小时就开始罢工？欢迎来到制造业，没有 TED 演讲，没有掌声，凌晨2点采购主管传给你的 Excel 才是这个游戏真正的最终 BOSS。而宇树
最让很多机器人创业公司不太舒服的地方，是它已经开始在这个游戏里面赚钱。2025年，语数营收接近17亿元人民币，同比增长超过4倍，其中人形机器人业务收入大约8.68亿元，第一次超过4足机器人变成公司最大的业务板块，调整后的净利润大约6亿元，而且超过40%的营收来自海外。这个数字为什么特别值得注意？因为现在全世界很多人形机器人公司的商业模式，说得比较好听一点，是投资未来；如果讲得比较直接，就是烧钱。钱烧完以后再融资，融资之后继续烧，烧到快没有的时候，创始人再出来讲一次，未来机器人会重新定义人类文明，然后下一轮资金接上。这个是标准硅谷副本 Figure、Agility， 还有一大票据深智能创业公司，基本上都在这个阶段。他们当然有很强的人才，很漂亮的技术路线，也拿得到非常惊人的资本，但是离真正工业级的大规模商业化其实都还有一段距离。语数的玩法比较不像硅谷，比较像中国制造业老板，东西先做出来再说。大学要买卖，实验室要买卖，开发者要买卖，外国客户要买更好卖，工厂想先买几台测试，当然卖。至于人形机器人什么时候真的可以变成西部世界，然后大家每天躺家里让机器人去上班，这个等以后再开会讨论。今年的 KPI 先做完，这个打法听起来一点都不浪漫。可是如果你研究过中国制造业，就会发现这个剧情怎么好像以前看过电动车、光伏、无人机、消费电子这些产业，一开始大家都觉得这个技术门槛很高，将来一定会诞生几家毛利高得吓人的科技贵族公司。结果中国企业一大票人冲进来以后，事情就开始不对劲，供应链开始互砍，价格一直掉，50万的东西做到30万，30万做到15万，15万再想办法压到10万，最后大家的利润率薄到老板看到财报都会有一点心痛。可是全球市场已经被重新洗牌了，所以人形机器人现在最值得观察的，并不是它会不会变成下一个 ChatGPT， 而是它会不会变成下一个电动车。因为机器人这个东西说穿了就是制造业的究极缝合怪，马达、减速器、轴承、编码器、摄像头、激光雷达、控制器、电池、PCB、金属结构件、模具、线束，再把 AI 装进去。于是硅谷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，就是只要 AI 足够聪明，剩下这些东西以后都可以找供应商解决。 Brain is everything， 脑袋做好了，身体就是零件，听起来蛮合理。问题是人形机器人不是 ChatGPT， 不会因为膝盖用了3个月开始异响，然后隔天请假。一个 AI 模型可以很聪明地告诉你，他知道杯子应该怎么拿，结果马达反应慢0.1秒，杯子掉了。模型说我知道箱子应该怎么搬，结果机器人髋关节连续工作4小时以后过热，他直接坐在地上。模型跟你说我拥有世界模型，我理解物理规律。工厂老板最后只会问一句，所以你一天到底能不能干8个小时？这个就是实验室和工厂之间那条很残酷的鸿沟。而且人形机器人还有一个比大语言模型麻烦很多的问题，真实世界的数据非常贵，训练语言模型的时候 AI 公司其实有一个超级大外挂，就是互联网。几十年来人类写过的文章、论坛、新闻、论文、程序、代码、图片、影片，全部已经在那里。你有钱买 GPU 就可以开始刷。机器人没有这么爽，网上不会免费送你一个数据库，里面有几万亿条完整记录，告诉你一个机械手在地板湿掉的时候应该怎么调整脚掌压力，机器人被旁边工人撞一下以后应该怎么保持平衡，玻璃杯跟纸杯的抓取力到底差多少，衣服材质不同的时候手指应该怎么捏，这些东西大量存在真实世界。那真实世界数据怎么拿？机器出去跑，就这么简单。机器人越多，采集到的数据越多，数据越多，
模型越厉害，模型越厉害，机器人越好卖，机器人卖得越多，又继续产生更多数据。如果这个循环真的转起来，事情就很有趣了。因为美国今天最大的优势，毫无疑问还是 AI 基础模型、芯片、顶级软件人才这些东西，中国现在还没有资格说已经全面超车。硬要讲的话，就只是自己爽而已。但是中国有另外一个优势，而且这个优势很土，就是能造，而且可以造很多。2024年，中国工厂一年新增安装接近29万5千台工业机器人，占全球新增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超过一半。中国工厂里面运行的工业机器人总量已经超过200万台，所以中国这些机器人公司根本不是在一张白纸上创业，他们屁股下面坐着的是一个非常夸张的制造业生态。长三角、珠三角、深圳、东莞、苏州、杭州、上海这些地方，真正可怕的从来不是某一个工程师突然获得天启，而是你需要一种很奇怪规格的马达，开车2个小时可能就可以找到几家供应商。你觉得减速器太贵，另外一家公司直接跟你说我再便宜10%，看你订单给多少。你想让某个结构件减重200克，隔壁工厂可能明天就开始改模，这才是产业聚落真正麻烦的地方。不是某一家公司特别强，是大家一起帮你卷。于是当宇树一年开始卖几千台机器人以后，整个游戏就会慢慢发生变化。供应商看到订单了，以前机器人创业公司一年只买500套马达，谁会为了你重新开一条产线？现在你告诉他明年可能5万套，老板马上就拿计算机出来按，机器多少钱，厂房还够不够，能不能把成本再压15%？于是做减速器的人开始改产品，做感测器的人开始研究机器人专用版本，电池公司开始想办法多挤半小时续航，成本再下来一点，机器人就再便宜一点，更便宜以后就更容易卖，卖得更多以后，供应商更敢投资，这个才叫产业飞轮。而一个产业真正开始变得很恐怖的时候，从来不是里面有一家公司特别厉害，是整个供应链突然发现，这边好像真的有钱可以赚。美国现在真正麻烦的就是这个。当然，美国绝对不是不会制造 ，Tesla 就是最明显的例外。如果你问我，美国机器人公司里面最不能小看的哪一家，我反而会说 Tesla， 因为 Tesla 有 AI， 有芯片设计能力，有超级大的汽车制造体系，还有自己一堆工厂，可以直接把 Optimus 丢进去测试。它可能是美国少数大脑和身体2个技能树都有在点的玩家。Figure 当然也不能小看，钱很多，人才很强， AI 资源也非常夸张。Boston Dynamics 更不用说，人家10几年前就在让机器人跑酷的时候，全世界一大堆机器人创业公司的创始人可能还在写大学作业。所以如果现在就说中国人形机器人已经全面技术碾压美国，这个太早。高阶具身智能复杂场景泛化灵巧手连续自主工作机器人大模型，中国玩家还有很多课要补。但今天真正的问题已经不是单纯谁技术分数比较高，而是谁可以把这个东西变成产业。202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大概13000多台，智源和宇树2家公司都已经超过5000台，而 Tesla 和 Figure 还大概在几百台这个等级。到了2026年上半年，全球出货量已经接近19100台，中国厂商直接拿走97%以上。这个数字真正让人不舒服的地方，不只是中国现在领先，而是这个差距好像还在继续拉开。不过先不要急着开香槟，因为人形机器人产业现在还有一个最大的 BOSS 没有打掉，就是到底有没有人愿意一直买？因为现在行业最大的考题根本不是机器人会不会走，是 ROI。老板非常现实，你跑去跟他说，我们这个是全球最先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。老板说好，那多少钱？你说40万。老板说
一天可以工作多久？你说目前连续稳定运行能力还在持续优化。老板再问一个工人1年多少钱？这个时候背景音乐差不多就可以关掉了。所以全世界所有机器人公司真正的期末考试只有一个问题：我为什么要买你？不是因为你很酷，不是因为你会上春晚，不是因为你会后空翻，是我花几十万买你，回来以后你到底能不能帮我省更多的钱？制造业、物流、仓储、危险作业、夜间巡检，为什么这些场景现在变成人形机器人最重要的战场？因为这些地方最好算账。如果机器人能连续工作好几年，替代一部分重复劳动，总成本比请人还低，而且故障率可以接受，老板自然会买。到了这个阶段，人形机器人才算真的从科技玩具进入工业设备。而一旦进入工业设备逻辑，中国玩家就会变得非常麻烦。因为中国制造业最会做的事情，从来不是造一个全世界最贵、最精致、最完美的孤品，它最会的是先把一个已经堪用的东西做出来，然后压价格、提产量、修良率，继续压价格，最后一路做到大部分人都买得起。所以宇树这次 IPO 真正值得看的，根本不是开盘当天有没有涨停，而是他拿到60多亿元之后要怎么花，盖产能、砸研发、降成本、训练模型，把更多机器人塞进真实工厂。因为只要这个飞轮开始转，接下来会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中美对局。美国手上的牌还是很漂亮， AI、芯片、软件、顶级科研人才。中国手上的牌则是那几个大家听到已经快睡着，但每次产业战争最后又不得不拿出来讲的东西：供应链、制造、成本、规模。过去科技产业一直默认一件事，只要大脑够聪明，身体以后可以买。但人形机器人可能会第一次非常认真地挑战这个想法。因为如果机器人真正需要靠真实世界数据进化，那么制造规模本身就不只是制造能力，它会直接变成 AI 能力的一部分。你有1000台机器人，等于有1000个机器每天在真实世界里面帮你刷经验值。别人如果有10万台，那不是多99000个铁疙瘩而已，那是多99000个全天候帮 AI 打怪的小号。于是这场机器人战争最后可能会出现一个非常有趣的循环：美国先做出比较聪明的大脑，中国先做出更多身体，身体越多，数据越多，数据越多，大脑就越聪明。如果这个循环真的成立，那制造业就不再只是 AI 产业链里面那个帮忙组装硬件的小弟，它可能直接决定 AI 最后可以进化到什么程度。这才是2026年这个97%真正值得注意的地方。它不是说美国已经输了，也不是说中国已经赢了，而是这个游戏终于从发布会阶段进入真正的产业战争。过去几年，我们看人形机器人，看的都是谁家的影片比较科幻。未来几年真正要看的排行榜会变得非常无聊。一年到底造多少台？一台到底多少钱？一天稳定工作多久？3年之后故障率是多少？客户第一次买10台之后，会不会回来再买1000台？这些数字没有滤镜，也没有创始人的宏大叙事。但是产业战争最后通常就是这些很无聊的东西决定谁活下来。而现在第一次打开这张排行榜，那个画面多少有一点尴尬。美国还在努力练最强的英雄角色，中国这边已经开始研究兵营到底1分钟可以出几支兵了。